接种治第二集。宝慧从报纸上看到5月14日，美国宣布全美无限期进入战时紧急状态。他感觉又要有一场变故。日本女军医小野洋子与宝慧在教堂里救助一位陌生男子。宝慧知道，当今中国第4股势力共产党，早在民国10年，即1921年，第一次开会就是在法租界一栋房子里，因为那里比较安全。他相信传道书说的，凡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租界及其上的一切也有开始，亦有结束。他在英仪大药房做药品和化学品进口部经理2年多来，第2次世界大战打了1年多。轴心国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3国是军事同盟。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希特勒纳粹德国投降，但法租界尚未受影响。他只是从英仪大药房远洋航运货物的船期越来越不稳定，并货船时常遭遇轰炸，感受到世界大战带血腥的枪弹越来越临近租界这一小块绿洲。他意识到上海法租界不过是暂时的世外桃源。他在杭州广爱医院亲眼看见战争，使年轻的健康人即刻就在枪弹下变成终身残疾。有人侥幸免于战火，却因家园被毁而瞬间由富变穷。他对自己在周围战火燃烧的上海法租界里能平静生活而感恩不已，只是不知孤岛绿洲还能存在多久。此时的租界看似歌舞升平，工商繁荣，仿佛中国和世界根本没有正在进行的战争。尽管租界外就是全副武装挥舞刺刀的日本侵略军。这2年，他每周3个晚上去国际日语学校学日语，2个晚上去教会参加圣经课和祷告会，礼拜天一天都在教会。日子平静过去，失去未婚夫徐永道的痛苦被他生前对他的爱遮盖，他的爱支撑着他。尤其看到徐永道的母亲王香萍失去丈夫，失去儿子，一个人也生活得很充实，她更不想嫁人。她想，即便嫁人，有了丈夫，有了儿子，若丈夫和儿子都先去了，我不还是一个人生活吗？她怕品尝到得到又失去的痛苦。杭州沦陷后，广爱医院伤兵难民的哭声，并当时他近乎崩溃的情形，逐渐被眼下安逸自在的生活取代了。徐永道的母亲王香萍在法租界圣心医院常当夜班，白天在家休息。严宝慧白天上班，
母女二人见面相处时间并不多。香萍是天主教徒，宝慧是基督徒，他俩礼拜天去不同的教会礼拜。两人都爱清净，爱整洁，饮食简单，理念相近，彼此客气，处得还算融洽。宝慧给香萍交生活费，开始香萍不收，宝慧坚持给，香萍只收些水电费，二人的食物基本由宝慧买来。租界外是战争，租界内是和平，战争与和平的交织时常掠过租界上空。表面上，租界有外国巡捕和工部局管理，看似井然有序，实则背离中外势力各显神通，彼此争斗着，火拼着，纠结着，厮杀着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我难分，敌友难辨，还穿插着与日本人的交战。日军占领上海后，就控制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。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取代巡捕管理苏州河以北地区，中区、西区和西区越界筑路区公共租界依然由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管辖，保持中立。二战爆发次年，英军从上海撤出。近来，日军宪兵开进公共租界，设立特别警局，要打击抗日者。因为中国各路势力都想借租界这块绿洲，从海外采购战略物资药品，靠着租界便利，操纵舆论媒体，打探情报，收买特工，扩大各自的影响力。国民党重庆政府和共产党延安、苏维埃临时政府这两股势力，既公开一致抗日，又暗地彼此对立。南京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既有公开对抗，又有背地默契。宝慧从报纸上看到，5月14日，美国宣布全美无限期进入战时紧急状态。不久，美国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。他感觉到又要有一场变故。一个深秋湿冷阴寒的礼拜天，宝慧比平时早到重生堂教会。刚走到他常坐的第3排长椅座位，就发现一位年轻女子坐在那里。宝慧走近时，女子用柔和含笑的目光向宝慧打招呼。宝慧觉得眼熟，想不起哪里见过。女子也觉得宝慧似曾相识。她见宝慧过来，起身挪出最靠边的座位。宝慧用中文说谢谢，女子也用中文说不客气。宝慧从她的神态判断，这女子像日本人，但不太确认。宝慧到上海法租界后，礼拜天去美国长老会开辟的重生堂教会礼拜。在重生堂聚会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。正道用中英双语讲完，如果讲员说英文，中文同声传译；如果讲员说中文，英文同声传译。他刚坐下，从燕麦黄亚麻布包里取出中文圣经，只听身边女子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他说：姊妹，我想起来了，
3年前，你我在上海火车站见过面。你和山口大佐乘同一趟火车从杭州来，我随救护车去站台接伤员。我叫小野洋子。听女子一说，宝慧想起3年前从杭州到上海站的一幕。这女子就是山口说的那位爱读圣经，在教会弹琴，新婚丈夫小野武雄大佐刚到淞沪战场不到2个月，就战死上海大厂的日军军医小野洋子。宝慧吃惊地望着这位身着端庄西式长裙、面带谦和微笑、柔美温和的日本女子，说：“你也来这里聚会？我最近调到离重生堂教会比较近的医院任职，这里用双语正道，来这里聚会可提高中文水平，对我为中国人治病有用。”小野洋子说。宝慧听他这话，心想他应该英文不错。你喜欢听英文讲道吗？宝慧直接用英语对洋子说。是的，我生在美国加州，父母是第一代侨居美国的日本人。我12岁随父母回到日本。洋子用流利美式英语说。洋子的回答使宝慧感到十分意外，她以前没想过侵华日军中会有出生在美国信耶稣的女军医。礼拜开始了，诗班献诗，流血之泉。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。 琴声响起，唱第一段时，宝慧见洋子流泪，跟着唱。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, drawn from Emmanuel's veins,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e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。 唱到最后一段，一位戴眼镜、穿黑色休闲西装、弓着腰的中年男人走来，坐在洋子和宝慧座位前排靠过道的空位。这排是留给诗班成员献诗后坐的，一般会众不来坐。洋子以军医特有的敏锐注意到男子神色痛苦，手扶腹部，似乎在忍受剧痛。洋子用英语对宝慧说：“请看前面的男人，他似乎很痛苦，麻烦你问他需要帮助吗？我估计他是中国人，我中文说的不好。”宝慧起身，蹲伏在那人身边，看见他腹部的血迹，心中一惊，但口中镇定地问：“先生，需要帮助吗？”“小姐，我怕连累你。”他说。宝慧马上回到自己座位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他决定告诉洋子，那人受伤了，急需他们2人协力救治。洋子一听，用英语说：“我们一起救他，先带他去教会地下室。”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